来微博，让星星更闪耀。大家好，我是新青年瑶池。欢迎瑶池，然后那想请你用第一次跟选角导演见面的形式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你要跟镜头展示一下你的360度，他们可以通过这个360度去看到你的形象。老师们好，我叫瑶池，身高185，出生于199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专业。平常我的兴趣爱好是喜欢看电影，喜欢摄影，喜欢听音乐，也喜欢自己写歌。我的在播作品有《10万狂花入梦来》里的苍竹这个角色，已经播出的作品有《盛世天下》媚娘篇的李泰，这是我的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相思令》里面的罗执舟，以及《梦见狮子》里的白斐丽，还有我的第一部作品《放学别走》里的未来。如果就是这6年给你的这演艺生涯画一条曲线的话，你觉得这条线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倾向于把它分成2条，一条是我自己状态的曲线，另外一条是可能就是大家看到我频率的曲线。可能大家最初看到我从《明日之子》到《青春有你》，然后在那个时候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在那之后有一段平稳期，然后中间可能慢慢的有一段时间可能播出的作品也比较少，然后曝光量比较少，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然后到今年《盛世天下》播出，包括我的巡演举办，然后可能又回到了一个慢慢往上爬的状态。但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偏内心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是觉得从出道开始我是在一直往上去爬的，可能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我越来越相信自己。你怎么看待就是别人给你帅的这个标签？它一定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有利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我妈给我的这张脸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被任何人发现。然后就是以我的性格，我当时是可能甚至就是我不会去主动接触外界的任何机会的，我是被动发现的。但是正好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容貌也是会老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之外其他的我身上的闪光点吧。你有问过蜘蛛导演就是为什么会选你吗？没有。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拍《相思令》，然后2个制片人和蜘蛛导演他们都来了，他给我们看了一段剧本，然后还有他们这个项目会是什么样的。我听到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犹豫太多了，因为我之前就是蜘蛛导演的粉丝，我就喜欢看《古相思曲》，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品。然后我又是另外一个类似于影视游戏的一个项目，就是它叫做底特律变人的粉丝。我虽然在表面上假装自己很震惊，但是我其实心里已经没有犹豫太多了，我就觉得我想接这个。你会觉得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前一阵不有个热搜叫什么，就是现在腰部演员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有很多一起出发的朋友，然后他们有一些很有才华，然后因为这几年行业的变化，他们没有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了。其实这个事情让人特别惋惜的。可能我觉得这2年会有好转一些，因为有更多形式的不同的影视作品出现，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更多不同的机会，不光是影视方面，不管是网剧也好，中剧也好，短剧也好，创作者创作出来的短视频也好，长视频也好，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展现自己的平台。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目前还在挣扎，然后非常有才华的朋友们不要去放弃。我觉得我也不会放弃，我永远不会放弃，我会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自己身上我认为所有值得被大家看到的，我想说的话，我想表达的东西，我想输出的观点，到最后一刻我都会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分享给大家。你会介意拍短剧吗？如果有特别好的剧本，我真的也完全不介意。我之前和程潇他们录了一个节目，然后我们还有去分析就是短剧演员他们的演法。其实他们的演法是很科学的，他们有很多设计，然后同时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而且可能不出10几秒20秒他们就会抛出一个新的爆点，然后他们在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可能前面也没有特别多过度的前后文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个演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就是眼前一亮，所以这个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学习。改变你最多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就是《盛世天下》，
就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接触过就是互动游戏这一类作品的其他人的声音，他们会觉得这个真的靠谱吗？但是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和他们合作，结果它成为了大家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一个作品。现场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顿住，我们也会在心里想象 A、B、C 3个选项，然后顿住之后导演说开始演 A， 然后我们就开始演 A， 然后演完 A 之后再回到那个顿住的状态，然后开始演 B， 然后再演 B 可能是一个坏结果，然后什么我们死了之类的，然后再回到这个顿住的状态演 C。 拍杂志那天你们3个是不是就是有隔了很久才又见到面了？我和黄奕有拍一些短视频，我们在一块儿，后来有一些就是见面的机会。然后和关宏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我经常和黄奕分享一些就是可能我看到的一些大家剪辑的 reaction， 然后我会觉得比较精彩的会发给他，但是我没有发给过关宏，我给关宏发的都是老友记 reaction。 你未来的职业重心会放在哪个方面？当然我会演戏，我非常喜欢演戏，我也非常喜欢创作歌曲，我也非常喜欢 cos， 它会有很多种可能性。目前应该是要去进一个剧组，然后也在写歌。是古装剧吗？是的，是的，是的。对。盛日天下上线之后，有感觉到自己火了吗？我有感觉到自己确实就是受到关注比以前多很多，然后可能之前发一个类似于物料什么的，可能没有太多人去响应。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在《盛世天下》播了之后直播，我看到那个直播的弹幕，我有点看不过来。我也特别感谢这个作品，有很多人会开始深扒我的过去，青春有你、明日之子，然后我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从小到大，然后还有我胖胖的时候的照片也被大家翻出来，就是哇，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没有觉得我这些年的变化有这么大。在《青春有你》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不管是当时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他们会强调一个叫偶像格的东西，你需要找到自己的特质。然后在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唱完《阳光男孩》《阳光女孩》之后，这个好像就成为了我当时的一个偶像格。对啊，唠叨的话可以不讲，给我一遍自由自在同一个广场。在那个节目里面，可能不由自主的会一直强化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可能我自己也不太熟悉的模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在那个之后我又变回了可能在参加《青春有你》之前的样子。你会给粉丝们犯傻吗？最近在巡演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些犯傻的方式，就是我之前可能很久没有演出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有这个比小狗耳朵，哎，这是小狗耳朵，这是小猫耳朵，还有什么兔子耳朵是什么？兔子耳朵不是这个，然后还有我还自创了懒羊羊，就是这个头上顶个那个还有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太基础了，这个是不是很久没有和偶像合拍了？对。你的粉丝现在会管你吗？我也不知道。你不希望他们管你？别管我，让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吧。那未来你有没有想合作的演员或者主创都可以？非常想合作宋佳老师是我的偶像，然后梁朝伟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和一些国外的团队也希望能和他们合作。那有想过跟宋佳老师或者梁朝伟老师合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都行，给他们洗脚都行。因为魏王这个角色有没有获得一些新的工作机会？有的，现在有在接触一些新的好的剧本，然后包括可能接下来我要去，就我有一个很不错的角色，然后我会去饰演它，然后现在也已经在做这个角色的前期工作了，然后也有一些商业上的机会，然后也有一些不同的音乐上的邀约，总之还挺多的，然后真的很开心这段时间。之前我在做音乐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多人听到我做的专辑。那唱跳还坚持吗？现在？不坚持，不坚持。为什么？因为就是咱实在是跳不了。我之前就是有跳过一个叫刀马的一个舞。然后别人都说我像老实人豁出去，就是我可能适合在舞台上发疯，但是我不适合在舞台上跳有规律性的舞蹈。对不起老师，虽然您 cos 很还原，但是还是有缺点的。cos 的原名是 cosplay， 而您只做了 cos 却没和我 play， 希望老师改正。对啊，好，来我的巡演和我 play。
盛世天下你还没 play 够吗？瑶池不许他了，最近有点迷上了。好的，我知道了。我的 reaction 好单薄，谢谢你迷上我，然后我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的。谁说瑶池 cos 陶黑黑？我那天 cos 完之后，我刷到了这张图，然后我们其实在准备财神爷的 cos 的时候，我们就是还不知道陶黑黑也有 cos 过这个角色，或者是陶黑黑其实 cos 的是其他角色，但是和这个财神爷恰巧非常的相似，我们看起来就像亲兄弟。我看上次你跟散人面基了，我其实见散人，因为他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我当时很紧张。散人在喝茶，然后我喝了瓶酒，我们俩是2个 I 人。我很庆幸我喝了那瓶酒，要不然我们俩真的很难聊。青衣是我唯一时追下来的选秀，虽然很糊，对瑶池的一点点模糊印象竟然是花瓶。你这句话感觉就是又说我们选秀播的不好，又说我是花瓶，恶评不看。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对我有这个印象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这张脸有点好看，但是这样又显得我很自恋。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多多了解我这个人，然后多多期待我之后的作品，我希望能改变你这个印象。瑶池能不能别再举铁了？怎么说呢？其实我举铁并不是为了说让我看起来多么健壮、多么强壮，然后能把衣服撑爆。可能我之前是一个完全的低精力人，每天健身结束之后，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活力。我也非常抱歉，我会去继续的去举铁。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腮了，那就去打个瘦脸针就好了。用西安话再现一下李泰的名台词：心狠手辣，玩弄人心。你果真和本王是一路人？引仙交炸，玩弄人心啊！引仙乐死有始乐小池引线较渣，玩弄人心。你和本王果真是一路人。那感觉好像在看《山海情》。元代据说阴险狡诈，玩弄人心，你和本王真是一路人。下个环节就 reaction 那个大家说你帅的那一趴，青春有你。现在我看到大家扒出来的那些青春有你一些我就是非常臭屁的镜头，我还是没有勇气看完。瑶池，哇，瑶池啊，洋娃娃，我好小啊，当时。快乐瑶池，还有那个清澈的眼神。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就是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小李吗？小李，他说是泰坦尼克号里的小李，真的吗？吴承泽，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听吴承泽说我像小李，他说的是泰坦尼克号里的小李子，但是我当时以为是火影忍者里的小李。这张脸好像不应该出现在人身上。那应该出现在什么身上？出现在雕塑身上。红温了是吧？搞这么多帅照。嗨，大家好啊！哇，我有多动症吗？就是镜头没有办法捕捉我的一个动势里面，我一直在这样，然后一直在转圈，然后一直在乱扭。对，我就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活泼好动，然后现在稍微的沉静了一点。现在还会跟青旅的朋友们一块儿聊天，还有联系吗？对，我和陈涛经常联系。当时认识安宇的时候，你们2个都是一样的性格吗？我们俩性格有一些像，但是安宇其实在那个时候帮到我很多，因为我俩其实刚开始都有点不太确定我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演播厅，在不远处的2楼。然后那块坐着杨幂老师和何炅老师，然后吴青峰老师、华晨宇、李宇春老师，所以其实他当时给我很多鼓励。我记得当时我们俩是住对门，然后当时我们俩经常会串门，然后就是练习表演，他会给我假装这块有一个话筒架立在我前面，然后拿手机这样转着拍，说哎你要怎么样去表现这块，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动作。然后我看他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他说你唱得很好，你不需要紧张。然后他说，哎，你可以这样表现一下会更帅。他教了我一些技巧，虽然我最后可能在现场那个时候太紧张了，实在是没用上。我一直在夸他，哇，太帅了，像木村拓哉，像王力宏，哇，唱得很好，你很，我是那种就是疯狂输出这个彩虹屁的一个状态，但他确实也很棒。